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面粉别只会用来蒸包子、馒头啦。今天分享一个面粉您从没吃过的做法，比包子简单，比馒头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和面，碗中打入2颗鸡蛋，加入150毫升纯牛奶，加4克酵母，加2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酵母溶解后，分次少量的加入300克普通面粉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，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面粉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。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现在的面团已经非常有筋性了。接着在面板上倒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然后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在中间按出一个窝窝，然后放1勺食盐，再加30克融化好的黄油，再下手揉匀，让黄油完全融入面团里。这里想怎么揉就怎么揉。揉匀后，再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给它揉出手套膜。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粘手和粘面板，这时我们可以在面板上抹少许食用油，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这样揉的时候就不会粘手粘面板了。这里千万不要加面粉哦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就不够松软了，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手套膜。直到拉开，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，说明就可以了。全程大概需要揉10分钟左右，再把面团揉匀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就可以。再放回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淋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防止等一下面发起来的时候粘到保鲜膜上。再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半根火腿肠，先给它切成1厘米左右的厚片，再改刀切成小块，像这样的小块就可以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面已发酵好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。这里需要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了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才会非常松软。然后再给它搓成长条，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用刀先分一个比较大的面剂，剩下的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50克左右。切好之后，取最大的那个面剂，把它放到面板上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然后再把底部收严实了，再翻一个面整理一下，整理成这种圆溜溜的小面团。依次用同样的方法，把剩下的面剂都揉圆，全部揉好后放一旁，取最大的那个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再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擀成一个薄一点的大面饼。厚度约0.5厘米左右，像这样的大面饼就可以。
接着准备一个烤盘，在底部铺上一张油纸，把面饼放到烤盘上，用刮刀在中间切上一刀，边缘两头不要切断了，然后再分成4份，同样边缘不要切断。最后再给它分成8份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然后从顶端这里放上刚做好的面团，每一份都放上1个面团。全部放好后，再把尾部这里收过来放到面团上，用手指按压一下，把它压得紧实一些。全部放好后，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2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准备1个鸡蛋黄，把它放入小碗中，用刷子刷散，刷散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1个小碗，往里边放入1大勺番茄酱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。再取出擀面杖，沾上一些干面粉，然后在面团中间压出1个洞洞，压成1个大一点的洞洞就可以。剩下的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压出1个洞洞。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在每个洞洞底部和边缘都刷上1层番茄酱。再放上刚切好的火腿肠片，不用放太多了，大约2到3片就可以。放完后，在上面撒上1层芝士碎，喜欢吃芝士碎的朋友可以多放一些。放完后，在每个面团表面和周围都刷上1层蛋黄液，这样颜色会更加好看。薄薄的刷上1层就可以，不需要刷太多。然后再撒一些黑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不仅能补钙，还能增香。像这样子就做好了。再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管160度烤25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面包香味扑鼻而来。我们取出来看看，表皮颜色金黄，看着就好有食欲呀。然后把它取出来装入盘中，非常好吃的芝士面包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的面包非常的松软，看一下，按下去就能立即回弹。我们掰开看看，还有拉丝的感觉，中间放了芝士碎和火腿肠，吃起来它的口感呢，有一点像披萨，但是比披萨松软，比面包又多了1份滋味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 like，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吧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